一支球队的兴衰总是有原因，尤其从极度强盛的姿态迅速凋零败亡，在 NBA 的世界当中更是如此。不论是不重视选秀、高层制度组的集体失智，或者是忽视教练团以及球队体系的完整度与能力。虽然说一支球队能够拿到冠军，并没有所谓的正确方式，然而至少以建立一个霸权球队来说，还是有其公式存在。有鉴于今天坦克榜上的竞争异常的激烈，今天就由我 AKA 后撤步和各位一起检视这些坦克球队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的最主要原因，最后讨论这些坦克队在今年选秀会的未来走向。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人类的历史上告诉我们的，除了是人类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学不会教训之外，历史中各种王朝的兴起和败亡都有某种固定的公式，尤其在于成人灭亡的原因永远都是那几个，就算套用到 NBA 球员身上呢，也一点都不为过。本集的影片主角正是曾经在7年前拿下冠军的达拉斯小牛队。我这一开始用小牛的原因就在于呢，过去几年中文译名一直都是依循着曲爷的译名，因此我这里还不打算更换。对于小牛面临到如此的窘境，许多人将矛头指向老板库本和制服组高层等等，在当初没有续留冠军班底中锋泰森圈德勒，尤其当初小牛那座冠军呢，可以说是有至少1/3的部分是仰赖圈德勒一个人撑起了小牛的禁区才能获得。然后对我来说，小牛这几年以来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不重视选秀所能够带来的年轻战力和薪资的红利。各位也知道，小牛一直以来都是走拼装车的路线，就连2011年夺冠年呢，也是依靠着09年和10年的超短线而成功。其实也不是说超短线拼装车不好，毕竟最终只要能夺冠，当然一切都 OK 嘛。只是要走这条路的话呢，球队必须要顾好非常多的区块。大致上我粗略分成2个面向，第一个是围绕拼装的主要引擎，第二个是替换老旧零件的新零件。问题在于小牛在这2个地方上都出了大问题。先从这个拼装车的主要核心 Nowitzki 来谈好了。当时2011年夺冠的年龄已经32岁，以一个正常的 NBA 球员来说，这早就已经接近了巅峰的尾声。这时候通常球队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是趁着 Nowitzki 还没有退化太多，维持战力继续拼冠，另一个是寻找接班人，阵容大换血。但是库本认为他那时候可以同时兼顾2者，也就是同时维持球队的竞争力和建立年轻的世代。问题是，这不管是当时呢，还是现在来看，根本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即使从现在回头看小牛夺冠后2季的操作，除了泰森圈的没有续留之外，其余的操痕并不算差。尤其当时小牛必须要面临到新版豪华税所带来的麻烦，找来了拉马欧等本来就是算是赌注，只可惜是赌输的。其余像是盘来的 Collinson 等等，也算是水准以上的操作。以 Nowitzki 当作核心继续补强、维持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小牛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夺冠后2次夏天的操作，而是12-13年赛季结束后的操作。当然了，以 Nowitzki 当作核心这个角度确实是有问题的，毕竟已经34岁的他，其实老早在缩水赛季就已经有所谓的膝盖伤势问题，因此选择在12-13年赛季开季前夕动刀休息了6周。第一个警讯正是如此。我为何会说12-13年才是问题的开始呢？首先，这一季是 Nowitzki 缺席将近30比赛的一季，再来这一季是自从千禧年以来小牛首次缺席了季后赛，最后这一季是小牛开始转变打法的一季。过去小牛主要是以 Nowitzki 当做战术的主轴，也就是当做发动点的中心。在那一季，因为他开季缺席了6周，加上 OJ 没有大爆发的关系，总教练金凯瑞已经开始将 Nowitzki 移往了战术终结点，改以后场的挡拆当做战术发起点。以上的种种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一个警讯，围绕 Nowitzki 作为舰队核心，似乎已经开始需要做修正了。虽然当时的库本放话说要开抢即将成为自由球员的控卫 Chris Paul 和中锋 Dwight Howard， 然而想要在自由市场上大展身手的消息，早就和那一个一直喊狼来了的小牧羊人一样。尤其当时小牛团队薪资呢，别说是招揽2个大咖了，能够挖来一个已经很了不起了。重点是小牛当时喊的口号是争冠，问题是阵中核心是已经35岁，即将步入生涯晚期的 Nowitzki。讲难听一点，这种诱因完全不足，但是库本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从夺冠那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的夏天，小牛年年在自由市场上放话要抢大咖，从最初的 Deron Williams 到 Chris Paul 到 Howard 等等，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迫执行 B 计划，因为要吸引大咖自由球员加盟的诱因实在太低了。尤其自从夺冠年之后到2015年夏天，小牛虽然在5季当中有4季闯进了季后赛，却没有半次是冲进第2轮。对，我知道，当然以比赛内容来看没有那么惨，包括11-12年被马刺横扫的各战比分其实很接近，以及13-14年与第一种子的马刺大战了7场才落败等
等等。但是血淋淋的现实就是，小牛自从夺冠之后就再也没有闯进第2轮。而压死小牛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刚刚不断提到的关键字，没错，就是2015年的夏天。这里我们要将时间轴拉回2014年的夏天开始谈起。当时的小牛努力奋战到第7站才气力放尽，败给了西区第1的宿敌马刺队，止步第1轮。那一年因为没有选秀签，所以小牛的主战场很早就确定是自由市场，尤其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前，便启动了交易，将表现起伏的 Denbert、防守不佳的 Calderon 搭配 Ellington 和 Larkin 以及2枚2014年的2轮签，向尼克交易回了昔日的冠军中锋 Tyson Chandler 和控卫 Raymond Felton， 更确定了自由市场的补强走向将会以侧翼为主轴，最后也成功带回了全能前锋 Chandler Parsons、防守型侧翼 Aminu 和老将 Richard Jefferson。没有错，这是小牛近几年少数比较务实的操作。虽然当时是有风声传出他们尝试要和当时自由市场中2大前锋 LeBron James 和 Cameron Anthony 牵线，但至少呢，小牛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追逐他们。相较之下，务实的操盘也反映在赛季的战绩上。14-15年的小牛在团队战绩上其实还算不错，尤其是10月底补进了前冠军班底 JJ Barea， 以及交易日前发动 Rondo 交易案，用 Brandon Wright、Joey Crowder、Jameer Nelson 加上未来受保护的首轮签和2轮签，向塞尔提克换来了 Rondo 与 Dwight Powell， 甚至从买断市场捡来的 Amari Stoudemire， 感觉这是要重新打造过去那一支2011年夺冠的小牛。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对于当初 Rondo 的交易案持反对方，那我个人对此其实也算是偏反对。球队立场我算是能够理解啦，前一季小牛和马刺的7场大战历历在目，在自由市场上斩获不少的小牛自然很想拼一把。我比较反对的地方主要是在于送出去的包裹，考量到了当时的 Rondo 是到期约，而塞尔提克还多要求把 Crowder 包进去等等的因素，小牛还多贴一个首轮，我就真的觉得很超过了。而最终的结果，虽然理论上其实并不完全是 Rondo 的错，毕竟小牛在季后赛第1轮以1-4输给火箭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Chandler Parsons 提前挂点的关系。但是 Rondo 明显在投射端不够稳定，需要球权才能够发挥，最终完全和另外一个后场 Monta Ellis 完全搭不起来等等的因素，这些我想应该是在交易完成前就能够猜到的。至于后面的休息室问题呢，我倒觉得这不太算是能够先行预测的部分就是了。总之呢，这并不是我认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在浩浩荡荡拼装1年之后，小牛在这一年的夏天又再度犯了一样的错误。各位还记得我前面说过了什么吗？人类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学不会教训。前面也不断提过，当初在2011年夺冠以来，小牛不断的想要在自由市场中钓大鱼，前几年至少还有 B 计划维持战力，而小牛在面对危机处理上其实也表现得不错。然而当时面对阵中多达10名球员，其中2个是球员选择，在夏天成为自由球员的问题，小牛固态复萌的选择在自由市场上竞争大咖。当然这也可能要把错归咎于DeAndre Jordan的言而无信啊，但是最后的事实就是大咖球员全部都没来，原本的重要绿叶球员包括 Aminu、Tyson Chandler 到 Monta Ellis 等等，全部都和其他球队签约，于是只能签下受过重伤Wesley Matthews， 草草了事。既然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争冠的战力，那期待年轻世代的交替总可以吧？问题是所谓的世代交替呢，除了自由市场的签约之外，几乎只剩下透过选秀这个方式。签约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谈了，因此这里剩下选秀的方式，但这正是小牛最大的问题。因为对于选秀签这种东西，小牛从来没有重视过，就算持有选秀签好了，小牛根本不会挑，也根本不会养，或者讲更绝一点，不想养。我们不用回顾太多年，直接从夺冠那一年开始看好了。2011年用第26顺位选来摇摆人 Jordan Hamilton， 错失了第30顺位的 Jimmy Butler。2012年，小牛原本想要选 Kendall Marshall 来接替 Jason Kidd 的位置，不过因为他提前被太阳以第13顺位选走，于是呢，小牛将第17的顺位拿去和骑士换来了第24、第33和第34顺位，并选来了后卫 Cunningham、中锋 Bernard James 和侧翼的 Joe Crowder， 错过了第20顺位的 Evan Fournier， 不能 Google 男人，第35顺位的 Draymond Green， 第39顺位的 Chris Middleton， 以及第40顺位的 Will Barton。 2013年原本是用第13顺位挑来了完成度很高的常人 Kelly Olynyk， 没想到小牛先和塞尔提克交易，换来了当年第16顺位的常人 Negreira 以及2枚2014年2轮选秀签，然后将刚交易进来的常人 Negreira 搭配了同年以第2轮第44顺位所选进的 Mike Muscala， 以及去年用第1轮第24顺位所选来的 Cunningham， 向老鹰换来了同届新秀的控卫 Sean Larkin 和现金。你可能觉得还好啊，怎么了吗？问题是 Sean Larkin 是该年第18顺位选进来的，Olynyk 是小牛用自身的13顺位所选进来的。换句话说，小牛所付出的代价真的不低，别说了，我看来都黑人问号了。重点是小牛所送出的4个球员当中呢，除了 Cunningham 已经成为浪人之外，包括了 Muscala、Negreira 和 Olynyk 等等的年轻球员，时至今日都已经是各个球队当中的中间分子。看到真正的问题了吗？我这里先不论小牛在选秀会上错过了谁，单从新秀被选走之后的养成和操作来看，这些新
新秀往往待了一季就被包一包送走。如果新秀本身能力够就算了，然而这几年被小牛选来的球员几乎都离开 NBA 了，只有 Larkin 还在塞尔提克当第3的控球 ，Crowder 也是一样，到了塞尔提克才被调教成功。尤其他还是被小牛选走的球员当中待最久的，没有年轻战力接班，小牛只能一直签老将来应急，或是把合约赌在状态不明的球员。每当看起来有机会可以拼一把的时候呢，就把选秀签啊、新秀啊拿出来丢一丢、包一包。殊不知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配件的问题，而是球队的体质早就已经腐烂生锈，只剩下诺维斯基一个人独自撑着这支球队。然而强如他也早是强弩之末。我能够理解库本对于诺维斯基的深厚的激情，而不是我是说深厚的友情。但是球队的操作和补强和计划当中所最忌讳的就是感情这2个字。库本为了诺维斯基而选择维持竞争力，而小牛确实在11年之后速度打进了季后赛。然而早在12-13年他就该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后来在13-14赛季与马刺大战7场的场景，也说明了当时的小牛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之后的小牛虽然因为各种因素导致一轮游，然而在第2次面对和11年类似的情况下，库本选择重蹈覆辙，再度盲目的追逐明星球员，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窘境。讲直接一点，像想要那样乱卖选秀签和年轻球员的做法，没有黑暗个5到10年，恐怕还是要感谢常年被库本对于诺维斯基的真挚感情所感动，而让他们成功选到了 Dennis Smith Jr. 吧。加上小牛最近几年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海外和发展联盟之后，确实是有找到不少好用或者是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从 Seth Curry 到 UJ Ferrell 再到 Maxi Kleber 等等，至少看来现在已经改中文译名的独行侠，或者也能随着新译名而迈向新的道路吧。这样够不够 gay 班呢？好了，我以上谈一谈过去的历史以及导致现在的败因，既然都已经回忆过去了，那未来我们也跟着看看好了。反正预计能够看到这里的观众们呢，肯定是小牛、独行侠铁粉了。如果是我铁粉也可以啦。以下既然是今年和未来的事情，那就开始用独行侠来称呼吧。目前台客榜上的独行侠位于第7名，我是不知道影片上传那天会是第几啊。你也知道现在不小心输一场，可是会跌好几个顺位了。认真觉得 NBA 应该要多颁个奥斯卡奖之类的，各种演绎精湛啊。假设这是最终顺位的话啦 ，Ayton 啊、贝格里啊之类的是不用想了。独行侠阵中我认为最缺的球员是具备了控球传导能力的侧翼，其次是强力的禁区中锋。以本届和独行侠可能的顺位来看，Luka Doncic 会是最符合独行侠的球员。对，我是说欧锦赛时期的 Doncic 啊。现在的他因为受制于皇马的战术体系和定位，被迫从213磅增重到230磅，并且移位到34号为主。没错，你几乎可以说是 Doncic 被养错了方向，现在都快要朝向 Tucker 的天花板走了。理论上他应该是要走 Golden Hayward 的路，6尺8的身高搭配了接近 NBA ready 的持球能力，加上他在传导啊、运球技巧和空间感上都有一定的成熟度。严格来说呢，Doncic算是属于平均型的球员，如果不算防守的话了。换句话说，假设能够养起来到完全体的话，会很恐怖。也难怪 Doncic 曾经是坐在预测状元的位置，但是所有问题的开始，正是他真正的决定。进攻端或许影响不大，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依靠体能为撑，因为他在进攻端上的持球都是依赖熟练的运球能力和身材过人。问题是在于防守端，真正的伤害正是在这一点。以前他还能够在挡拆换防后站在正确的位置，现在他防守挡拆后是会被对手完全甩开了。别说站位正确，都还没有反应好，对手都已经过人了。每个对手呢，就像是年轻的铃木一朗一样，刚短打出去，对方野手捡到球的时候呢，铃木一朗都已经跑回休息室喝水了。现在铃木一朗真的老了。总之，当学到 NBA 之后，所要面临的问题不少。有人说减重回来不就好了吗？话是这样讲没有错啊，只是球员减重了，势必会影响到很多的层面，包括了平衡感、协调性、适应到手感问题，肯定都会受到影响。一个新秀晋升到 NBA 等级，就已经需要学很多东西，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种种减重过程所要面临到的问题，当学到 NBA 之后，肯定会撞墙一段时间。当然，他的天分和能力是毋庸置疑，真材实料，只是在转化到适合的体系打法和强度适应上，当学他选他的球队会花上不少时间。而且独行侠选他之后，假设选得到的话了，禁区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尤其考量到老鹰也对着当学抱持着高度兴趣的状态，以及目前有点尴尬的顺位，毕竟前5还是最好了。真正的人选呢，应该会是 Jaren Jackson Jr. Triple J。6尺10寸的他其实算是转型3D 前锋的成功案例，甚至到了今年年初开始展现了一些持球能力和潜力。但是他的问题在于球场解读和经验极为薄弱，几乎可以说是今年前10顺位当中最菜的。另外，因为是3D 球风的因素，除了篮下和三分线以外，没有其他稳定的进攻手段。防守端只是很喜欢过度的协防和下手犯规。不过撇除掉这些疑虑以及需要修正的区块呢，JJJ 在进攻端的其他技巧上确实有不少遐想空间。理论上来说，除了多一个持球传导能力球员这个需求之外，JJJ 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独行侠现在所缺乏的要素。当然，有鉴于现在才18岁，成长期至少需要3年，独行侠需要的会是良好的养成体系以及耐心。至于 Bamba 和 Michael Porter Jr. 的部分呢，前者
这毫无疑问是顶尖防守型的中锋，但是自认的进攻端所带来的疑虑以及养成的时间，会左右他最终长成 Mutombo、Camby 还是 Noel， 甚至更惨一点变成 Sabit 之类的，希望是不会啦。老实说，我更在意他的对抗性能不能够撑过 NBA 的强度，或者只是比较倾向纯粹的进攻终结者。我比较担心他会和 Harrison Barnes 互斥，何况他的护框能力也不符合独行侠的需求。总结来说，假设独行侠的顺位最终落在4到7的话 ，Doncic、Triple J 和 Bamba 会是最好的选择。侧翼的理想先Doncic，如果没有选到的话，我认为应该要先补强弱势的禁区。高侧翼的球员其实可以在等到自由市场中找就好，例如说去抢 Aaron Gordon 之类的都是可行的。好的，总算来到影片的尾声了。这是我一直以来很想要做的系列影片，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不过有鉴于这个系列在准备过程上极为费时的情况下，我很有可能会观察这支影片的状态，来衡量球队影片的数量和时间的取舍。所以麻烦喜欢这支影片的观众朋友们呢，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并且分享出去。下一支影片将会谈论季后赛卡位战的内容，不想错过的朋友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顺手按一下旁边的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啦。那影片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是后车部，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说真的，这集真的是录超级久了。